但学习方面，我大概以心智图这一个职啊，还有数位工作这个不算啊，这3个是我刻意去学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这样给各位参考。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当我做这一张表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我为什么会跑到讲师这边来。首先，我在转职的时候，我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这个是电子产业，我决定到富盛去。第一个考量是，我并不是因为职务去的，那时候我在想的是，那个富盛那个运动公司，它是一个传统产业。假设我是硕士生去，虽然我的钱不高，但我全包他的教育训练，可以听得懂吗？什么叫做全包？就是你要教育训练，派我去。所以这个叫变相加薪，听得懂吗？第二个。我到那边产业，我是第9个硕士，所以我去高科技我没有优势，但是在那边我优势还蛮大的。我是第9个硕士进去，现在那家公司有18000人。好，第3，我觉得我的发展潜力远大于其他，所以果然没错，我在里面玩。好了之后呢，在里面还蛮顺利的，按照我的步骤走。好，接着我开始做专案工程师，我本来是专案工程师，后来想尽办法不做工程师，因为我发现我自己的机械背景太弱了，弱到人家在讲 MDT， 我根本听不懂是什么。不过那个是机械的哦，所以呢，公司给我一笔钱，我没有跑去学 OK， 我跑去学什么？各位知道吗？跑去学 Excel， 公司快气死了。好，我就从这里开始转，告诉公司说，其实我不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工程师，但是我对管理很有兴趣，所以我在管理的时候，我把流程弄得很熟。将来公司组织改造的时候，我就是利用很熟这件事情加 Excel 来帮助我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我大量投入哪里？新人教育训练。其实我对新人教育训练，我自己规划了很多的方案、知识，全部都在那里。后来因为是这样子，所以我跑到这里来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冥冥之中都有注定的？好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开始在做选择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在为自己的工作开始找转机。那时候你就不会很害怕。对啊，我们公司被公司骂死，他顶多要赔他1万块嘛，这怎么样？就这样而已。所以为什么我要转过去那边？是因为我知道我去上了第一堂 MDT 的课，那个叫做 AutoCAD 的3D 版。上了第一堂课之后，发现老师在讲什么，我完全听不懂，不好意思，但是我是机械系的，而且是机械硕士，就发现我如果再往那边走，我一定不可能，就是任何职位都不会是我的。那我就当下就做决定了，就不去学了，翘课去学另外一个。后来我的室友真的还蛮强的，好，就是这个类似，这个要从哪里知道呢？要从这种东西知道。第二个，我现在在当讲师，但是我慢慢在切企业，我怎么切？帮中小企业整理流程，可以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我在帮中小企业整理流程，所以那个就刚好用到这一块。好，所以各位，我们老师要跟各位讲的是，2017的学习地图的第一件事情，要跟过去的自己取经，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自己过去的。好像我现在要转职了，然后以前我通通都不要了，千万不要这么做，千万不要从那个东西去衍生出去，因为你更具优势。好，要记得是这一件事。好，这一个的目的就是2017年的第一个学习计划，叫做跟过去的自己取经，然后把自己的经验拿出来，优化它，就是你的学习，就是你的学习计划。我不知道各位这样同不同意？这个是很重要哦。那你需要很多的记录来帮助你。各位知道的是，我们都很忙，对不对？谁不忙？来举个手来。认为自己不忙的，好，就是很简单。老师问一下，如果大家都觉得很忙，那我想要问一下，上个礼拜你在忙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上礼拜啊，真的假的？礼拜一耶。这个很抽象的概念。好，我想要告诉各位，
像过去的自己取经的意思就是要写记录，不好意思，就是写记录。因为我们可能连上个礼拜一晚上吃了什么饭，我们早都忘光光。对啊，因为不重要，就不是很重要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在职场有很多的不重要，你慢慢就会累积起来。那如果你忘记把它做，像我们在做这个，我们都有写下来。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，再用现在的眼光看，就会不太一样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可以邀请各位花个1分钟。我们今天都有实作课，所以我要回到这里来。你可不可以利用个1分钟？你要用那样写也可以，你要用这样写也可以，随便任何的格式都可以。你可不可以看过去在工作里面，你自己觉得有哪3件事情是你一个职来的转机？第2个，跨产业的交流；第3个，刻意学习的3件事。各位在想事情有一个要诀，就是想到什么先写什么，之后再归类。如果你现在硬要想工作时，那一定会想不太出来。所以你现在想到什么你就写什么，然后到时候想完之后看一下，然后这个是属于他，这个属于 B， 属于 C， 再注记一下就可以了 ，OK 吗？好，老师给各位1分钟的时间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想不出来，你要挑第1个写，还是要挑最后1个写都可以。但这3项各位应该都有记下来的，所以你回去要记得把它留下来。好。给各位一点点时间，我觉得把它写下来对你很重要，才是比较重要的。我会拿不出来。真的，我实话。但老师最后会分享一个我怎么来记录我自己的。礼拜一我知道我想不出来的。对，这要回去查才有。对。就是你要有那个记忆就可以了。现在突然讲会想不出来。但重要的事情，请各位要记得，第1件事情就是你要慢慢开始累积自己的职涯。这个是第1个概念。第2个，如果你现在有正在想要转职的朋友，因为我遇到很多人都告诉我说，他现在想要转职，所以他打算把所有的东西丢掉。我劝他不要，因为那个很可惜。因为你一定可以找到你那时候的一些成就，然后透过那个成就去不断的把它优化，这个就是那个成就就是你的基础。那如果你一下子就把它丢掉，那很可惜。那个成就你可以再把它升华，不一定是职场上面的一个东西，你可以去想说，那时候我的计划做得很好，那时候我的逻辑很好，那时候我的沟通很好，但我将来在找工作的时候，我就可以透过之前这些经验跟成就去衍生另外的工作。那我会觉得它对你绝对有帮助，而不要把它丢掉，变成是一个大学生，好像都一片空白，然后重新要去找工作，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太难了。然后也有点可惜，你把你自己很棒的经验都丢掉了，我觉得有点可惜。老师，如果说比如说工作室的话，你可能有20年的工作，就是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话，都没有什么工作经验，对啊，那就是一个警惕，以后开始要累积啊。没有怎么办呢？这个是在回顾自己啊。你要记得是以后，如果你这个有吗？就是经验值，跨社区的交流，不同产业的，对，不同产业，对啊，那你就可以从这里走啊。对啊，它并不是一定固定的。好了吗？工作的部分，假设说很多的工作就选3个。你最棒的3个，就是你可以造成你转职的那3个。那你可以先像老师这样，我全部都写，然后再回头想，因为突然要决定不太容易。那像我自己觉得最关键的是转到副正，然后呢，从工程师转到总经理特助，另外一个是新的，这是对我3件最重要的。那你可以稍微想一下，这样不是直接填那3样，那太难了哦。就是你要把它稍微想一下，然后再去勾一下，这样子，要不然会太难了。好，一样，因为我们今天我希望多一点点分享给旁边的人，然后听听看别人的一个想法。其实各位要记得学习要常常要记得跟你的同才学习，因为其实跟你的同才学习，你们2个会很靠近，然后其实有彼此激励的感觉。
跟老师学习通常都会有一点距离，因为其实也不是距离，是因为老师都有准备来的。实话是这样嘛，老师都对啊，本来就是啊。那这个课程我在3个月之前我就知道我要讲课了嘛，不是这样子吗？可是我们通常要去上课之前，我们不会做这样。那你其实可以跟旁边的人去听听看他怎么想的。其实我觉得同台学习的另外一件事情叫做人脉，就是我知道你在做什么。那我下次也许会想到，因为像老师现在可以去就业辅助站工作，其实是因为我跟我的同学交换名片，而不是跟老师交换名片才得到的这个机会。可以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如果你来的时候，你就尽可能像都认识的人，如果你愿意把它分开做，你就尽量分开做，因为没差这2个小时嘛，要回去再互相交换一下心得，这样。像我就讲真的，因为我这一次是我同学他们去创业之后，他们需要找老师，有牌子、有证照的老师。有证照的老师是从怎么找？从同学找啊。同学找来就找到我们了，是这样来的。如果我当初跟他不认识，那其实也没有这个机会。好所以那时候的学习告诉我的感觉是，同台学习跟老师学习是一样重要。OK 吗？好，来邀请各位。如果你可以想要换位置的人可以换，我们轻松一点，我们这次讲座轻松一点，认识一下不同的人，认识一下不同的产业。